在电影《无双》中，最大的漏洞就是仅6人小队的伪超集团如何能打得过金三角毒枭呢？82死，157伤。但导演庄文强之所以坚持，是因为他知道周润发这3个字在观众心中意味着什么。无双中的枪战戏是对《英雄本色》和《铁血双雄》等经典作品的致敬。当发哥手持双枪屠戮全场，合不合逻辑已经不重要了。记忆中的小马哥又回来了。超级美金终于被画家团队仿制出来，1比20的兑换率吸引了大批买家，团队赚得盆满钵满。可李问却想要退出，他只是求财，并不想闹出人命。画家承诺将变色油墨的问题解决后，就放李问离开。最后1批美金要送到金三角的将军手中，画家接待了将军的手下，对方带了一个伪钞专家验货，叫吴秀清。新版美金的仿造难度极高，他很佩服画家团队。这时李问慌里慌张地跑来，不慎摔倒，油漆洒得到处都是。就是这一眼让2人暗生情愫。李问之所以这么激动，是因为他调配出了变色油墨。之前在街上，他发现一辆可以变色的车漆，经过一次次的配比，他成功了。和将军的交易，画家很重视，带上了全部人马，也包括李问。画家送给他一套别墅。做完这笔交易后，李问就可以退出团队。李问收下钥匙，以为终于能和心爱的阮文重归于好，但残酷的现实让他清醒。画家见到将军后亲切的拥抱，却在暗地里递给李问一个遥控器。将军是画家父亲的故交，他将兑换比例提高了1倍。画家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果然，将军让他留在这，教会手下制造超级美金的技术。7年之前，你在荷兰让俄国人杀了我老爸，要是他还在的话，他绝对不会同意。你是来算账的。将军见事情败露，便直接摊牌，毕竟是在自己的地盘上。画家扯开上衣，里面竟藏了10多颗手雷，只要李问一松手，这些手雷就会爆炸，与将军同归于尽。松手啊！看呐！巨大的冲击力炸得人仰马翻，将军刚要逃走，被画家一枪打在腿上，随后被小兵救走。就在画家被军队包围时，一发火箭弹冲破云霄，将基地炸得一片狼藉，是山上埋伏的4载。硝烟中，画家登上了小马哥帐号，手持双枪开始屠戮全场。画家躲到掩体后面，花姐开车前来支援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他有事。将军开着装甲车还想逃，被画家一枪做掉，大仇得报。李问被吓得瘫软在地，直到他见到木屋中被大火包围的吴秀清，拼死将他救了出来。他被大火毁容，李问治好了他的脸，并给他买了一本假护照，让他以阮文的身份活下去。这次的目标人称马主教，没人见过他，但画家却看他面熟。马主教的真实身份是加拿大警察，在画家抢劫油墨后，就盯上了他们。先前新书在加拿大用假钞买了一个古董钟，画家想起在新书的古董店见过他，想必是露了马脚。新书知道坏了规矩，只求画家能放过他的家人。这是什么行规啊？要一家人的命！他在用那些假钞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几个人的命？新书被当场击毙，这就是屯门人场纵火谋杀案。画家约了加拿大警察交易，他不知道已经暴露，等待他的是画家的怒火。